哎，侯爷，您最近一不高兴就不上朝了，这么着行吗？好好擦剑。好嘞。这，公子，好像是圣驾歌。赶紧转头，别让他发现我，要不然被他骂狗血淋头。侯爷，我看着不对呀，他好像专奔咱们来的。来了！哎呀，长柏兄，兔子熟了，赶紧吃。有事儿？我这2天没上朝，你不骂我？若要真有事儿，也不要每日上朝。我就知道，你是知道我受了嫣然的茶团，压着线赶过来要吃茶。这于大娘子家的茶也算首屈一指了。你记得了这么多，我吃2盏又吃不穷。哎，听说他家的孩子快落地了。他家孩子都2岁了，你这记性。我身上也有。真的？你有点事儿呀，还没坐稳呢，刚2个月啊。那国公爷和国公夫人这下应该放心了。我父亲和母亲自然是千万个高兴，只是我这身上有了，所以，国舅爷去小邹氏那儿了。哎，我也不是不知道之前那位的贤德，只是你说这小邹氏若是个好乡女，那家里也能有个平安和顺，非要把事情做得没有余地。自古生孩子都是鬼门关，你先别想这么多了，先顺当的把这孩子生下来，以后有的是闲工夫想这些呢。你那个六妹妹，没心没肝的。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我前几日说了一个故事给沈从兴听，叫他别专宠败家。人家那个小邹氏，急吼吼的冲过来呲我。妾身思路一脱壳。人家做丝罗的，可紧张自家官人了。你那个六妹妹可好，感觉她就是做经济从的。我家的姑母，随随便便塞了个妇人来做细作，她倒好，恨不得放鞭炮帮我纳妾。欲知其果者，先期其家。他问我气什么？你说他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人，难道不知道我气什么吗？他这就是活活想把我给气死。迢迢千年情，皎皎河海，盈盈一水间，默默不得已。哎，你能不能别再吟诗了？你说我说的到底对不对？敢骂我
多一阵子，那且不嫌烦？若有不喜欢的，何不同我六妹妹当面把话说清楚？偏要旁敲侧击，左遮右挡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我哪里左遮右挡？哪里左遮右挡？你那何止是左遮右挡？你同沈将军讲的那个故事，就是心里憋着气，用他之杯酒，浇如之快美。哪有这种事儿？你说一个妾室霸占着后院，另一个妾室却劝说官人接纳公主。可要倒过来想想呢，第一个妾室是真心，宁可做了泼妇，也不容他人分取真情；第二个妾室却是假意，为了自己的安全，宁可让心上人去亲近公主。聪明或愚钝，真心或假意，这个世上又有几个人能分辨呢？你都盘算到这个地步了，就应该和我六妹妹把话摊开了说清楚。这还是往常的顾二郎不畏天地、横冲直撞的样子吗？啊？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。你说我若把事情跟他挑明了，他一定是照办，那样还有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也千万别提。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我希望他做的一切，都是出自他的真心。我答应过他，让他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这都是你自己盘算的，与他并不相干。原本是你自己想定的才是，非要扭扭捏捏、喜怒无常，让人无所适从。哼，当今这世上，敢说我扭捏的，也就你盛长柏。哎，服了。嗯。再隔几个月就能见到一个孩子了，等他生出来，我要亲自抱抱，再做件小衣裳。方才张家姐姐来了，说有了身孕了。啊？真的？嗯。那这国公府里头该摆宴席了，大内也该放心多了吧？我记得之前有块狐绸，面料额外软，正好给娃娃做件衣裳。这孩子还在肚子里头，你着啥急？你知道什么呀？给娃娃做件小衣裳，面料要最软的，若想绣花还要费事儿呢，都得提前预备的。小桃，跟我去库房，你把门打开，咱们去挑一块来。大娘子，你晚饭没吃两口，先吃两口酥再过去。哎，你怎么没吃晚饭呢？侯爷晚上也吃的少了，特意从樊楼买了肘子回来。这绸子缎子什么时候弄都可以，樊楼的肘子要是凉了，那就不好吃了。这么夜了，吃什么肘子啊？我吃会酥就行。姑娘，我瞧这酥都做焦了。走。酥都焦了，吃肘子吧。人家生孩子，你在那儿那么高兴干什么？等你自己生孩子啊，再高兴不迟。我生不生孩子
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与我没关系。那我坐这干嘛？吃肘子呀？吃什么肘子？你说他们两个真让人操心。这大娘子要是没了我该怎么办？今日这酥真好吃。那当然，这可是大娘子亲自下厨做的。也没教。真不错啊！上台，苗金秀才，丁儿虎头协一队。我们老二家的那个也是个能折腾。这英国公家的张姑娘多么尊贵，这还挺着个肚子，怀着个孕，也被他弄到这泥巴地的厂子里来。她真有个什么闪失？我们该怎么跟英国公人家交代？姐姐，您就别操心了吧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都有杠妹傍身了，自己的事儿，他们知道分寸的。要我说啊，姐姐，您横竖是做人家继母，这身份啊虽然没有亲生母亲尊贵，但您也少了一桩亲生母亲烦心的事儿，不是吗？瞧啊，我们岁数都大了，也应该想想亲福啦。这张家的姑娘是个最烈性，满京城的女眷就算不给她3分薄面，也会看在国公夫人的面上。前些日魏国公席面上，国公夫人拉着你家二郎媳妇儿没口子的夸，说她明事理，会处事儿。这国公夫人面孔铁一般的人物，这次肯帮你家二郎媳妇儿开口，我看呐，你这二儿媳妇啊，是个小农户出身。这第一场席面啊，就被邹家跟张家给搞砸了，怎么看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。你呢，就松松手，这样大家不都是好过日子吗？是啊，只要他松松手，大家的日子都好过。哎呦，我这裙子捂了一块儿，我看还是回车里面换一套吧。这丫头，本来在关中是寸步难行的，除了讨好老二，没有一个家的家宴会叫她。这次，除了英国公，就连魏国公家都给她下帖子了。这才几个月的功夫，景象就变了。英国公张家那是国之栋梁，没有他家的儿媳妇，那也是清流人家文臣一脉。现如今，二大娘子讨好了张家姑娘，国公府里都感他的恩呢，谁家的国公府还能不记得叫他？他现在是羽翼丰满了，这风向也变了，老二又有上恩，往后的日子恐怕就更难熬了。这些日子，我们处处碰壁，所有的谋划竟没有一处能行。你知道为何？是那个院子的人都太聪明了。哼，聪明？天底下聪明磕得头破血流的有的是，聪明根本就不理用。他们厉害就厉害在夫妻同心，相互倚仗，任凭我们怎么折腾，
那都是铁板一块儿，上不到根基，才是大忌。太夫人，您见万里。天下的夫妻就没有一体的。郎君们自以为掌控一切，就可以忘恩负义，别有心肠。也别怪妇人们自谋生路，挖夫家的墙角。天下的夫妻都如此，他们俩何德何能？会有例外。如今新婚情热，那也是有的。那我们就慢慢等着。我就不信了，他们早晚都会露出破绽。成员能传话的，通通重赏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我就不信，他们是铁板一块。陛下，您还是应该先顾着自己的身体才是。若不康健，这万里江山指望着谁呢？路那么坎坷，怎么停得了啊？陛下、娘娘，桓王求见。孩子来了。父皇、母后，儿臣方才得了消息，顾侯夫妇二人又开了马球会，还邀了舅舅、舅母一并人去打马球了。这不是最近的寻常事吗？不至于你这么笑嘻嘻的跑来通报吧？顾侯还请舅舅吃了酒，两个人恳谈了一番，舅舅心里舒畅了许多，又回舅母房间里歇息了。真的？是。你舅舅郁郁多日，连大娘子怀了身孕也难展颜。如今能松口气，怎么说都是好事。将军是国家栋梁，张家也是中流砥柱。如今张家娘子怀了身孕，总算没有辜负英国公的一番期望。朕也算是没有做错这场大媒。原以为顾家二郎一往情深，怎么就迷上了一个树？现在看来，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啊，都不简单呐。这要恭喜陛下才是。恭喜我？恭喜陛下福泽深厚，天下英才都做了陛下的左膀右臂。这可不是朕的福泽深厚啊，这是咱们桓王会结交朋友，是咱们这位桓王的福泽深厚啊。父皇这么说，真是折煞了儿臣啊！为什么呀？起来，起来！起来吧。坐下来说说，外头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啊？张家姐姐气色不错，英国公公也高兴多。倒是了。哎，你现在知道，是为什么沈家兄弟和皇后这么抬举小周氏了？训海舅娘娘的，毕竟是姓邹，我明白的。这个邹大嫂嫂真是大气，许多男人都比不过她。当初这个沈兄也是果敢刚毅，他们夫妻俩相濡以沫，羡煞旁人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两口子能过成他们这样。我也不曾有幸遇着。
大局已定之后啊，沈兄回禹州接人，才知道邹大嫂嫂已经亡故了。打那以后啊，他就完全像变了个人似的。这都是护驾秦王呀。嘿，护驾秦王，这4个字，说容易，一笔一画，可都是人命。你说沈兄，浑身都是伤。小钟兄弟没了2弟，也没了侄子。小耿浴血奋战，一条胳膊一条腿，差点就没了。那你呢？我身上有些什么伤，你还不清楚？我问你正经的吗？我跟你说的就是正经的。你看看京城里那些达官贵人们，啊，以为自己说几句掉几滴泪，就是忠心了。他们里边盘根错节，骨子里边是什么谁都不知道。他不像我们。小耿虽然老是犯错，老沈家里边家宅不宁，但我们的忠心都是刀山血海堆出来的，跟他们能一样吗？是。倘若皇后娘娘没了，那么如今邹家之忧，就变成了沈家之忧。这邹大嫂嫂，我真是的的确确一心为着夫家呀。我娘子啊，这世上没几个女人能如你这般想得明白啊。是想得明白，但也一荒凉。那你是不是觉得沈家兄弟老护着自己这个小妾优柔寡断，所以才家宅不和？也谈不上优柔寡断。沈国舅自然是知道，无论是正室还是小妾，他们这么闹下去，大家都不好过。只要这2个妇人别闹到他眼皮底下，他倒也是愿意佯装一团和气，省了麻烦。人生在世，别人的伤心痛苦，自然是比不过自己开心快活来得更要紧一些。如果你遇着这么伤心的事儿，你会怎么办？伤着伤着就好了，总是能熬过去的。那要是好不了呢？好得了。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儿吗？我已经记不住阿娘的样子了，可也过来了呀。如果这事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会怎么办？不知道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总之，我是不会去寻死的。真的？你，我虽指着你过日子，可你非要变心，那我能拿你怎么办呀？难不成我左右开弓拿着2把菜刀，你脖子上抵一把，我脖子上抵一把，这样过日子吗？哎，你这个是给自己在找退路啊！哎，咱俩成婚没多久，你就在给自己找退路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嘛！侯爷，你吃了多少酒呀？你吃酒吃糊涂了吧？我没吃糊涂。我问你，现在若让你再选择一次，你还会再嫁给我吗？什么？你再选择一次，你是不是就想嫁给袁若了？我跟齐小公爷循规蹈矩，从未越矩呀。我和齐小公爷的事，你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。你说心里这么过不去，你当初干嘛要娶我？我知道啊，你跟他的事儿我都知道啊。那人心不足蛇吞象啊。你说，
你掺和我和袁若的事儿，你到底是为了我，那还是为了他呀？我当然是为了你呀！你告诉他啊，不能让他掺和官家和太后之间的纷争，让他在朝堂上啊万言万当，不如一墨。对呀，你跟他说在朝堂上万言万当，不如一墨。那你这种话跟一个外人说，你怎么就不知道跟你相公我说呢？我这不是想着法儿让他别在朝堂上给你使绊子吗？再说了，你是官家的亲信，玉玺你都替官家从太后那里拿过来了，什么再怎么什么万言万当不如一墨的，大娘娘能信吗？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恨我？你是不是恨我？兜了这么大一个圈把你给娶进门来。我特别想你恨我，但我又很怕你恨我。你喝多了。我没喝多，我喝多了，我早就喝多了。我从当时在水里把你救出来，我觉得我就已经醉了。我知道你和齐家的事儿，我知道你和贺家的事儿，我这些我都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？我就是想让你疼疼我，你为什么不把我当回事儿呢？你就是不把我当回事儿。你说，侯爷，我就是想把你娶进门。侯爷，这是大娘子。侯爷，这是大娘子。我到底想救你？我和大娘子要你干什么事儿？侯爷，侯爷，你怎么不懂我呢？我喝多了还是你？拉走！侯爷，我不上车。走。我不跟他上一个车。哎，行，咱们上，咱们上。回府。凤仙看得千真万确，确实是搬去了书房睡了得有5、6日了。看着他们蜜里调油似的，竟分房了。前些日，侯爷2人一同去了国舅爷家里，回来的路上2人吵了一架。侯爷当天晚上就把衣裳被褥都搬了出去，竟也没避人。我还是塞了那日的马车夫一张地契，他这才跟我说的。可去了凤仙那儿？不曾去。这也难怪。那凤仙相貌平平，比起老二的媳妇儿，那是差远了。今日康家那个可是要来，已经在外厅候着了。走，去看看，他们有什么花样。小桃姑娘，桃儿，别跟着我。哎，小桃，你怎么越叫越走呢？咦，哎，这儿，小桃，干嘛？这怎么了？这是谁病了？谁病也不关你事儿。啊？哎，大娘子病了？没病也被气病了，起开！哎，糟了！侯爷，我方才看见小桃带着郎中去了后宅，怕是大娘子病了。什么？啊！来人！侯爷，大娘子病了，病了有1、2日了。怎么回事？听说是脾胃不和，吃不下东西。怎么没人告诉我呢？是夫人不许声张的。侯爷您又没问。姑娘，咱不去看看？先找郎中来看看。
郎中看诊完了，让他来回话。好嘞。帮你物色的那门亲事，昨日崔妈妈已经跟我说了，她将你姑父家的外甥，你叫他表兄的那个，已经查问清楚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会说什么呢？快叫郎中来看诊吧。叫郎中干什么？我心里清楚的很，你别把郎中扯进来。我不嫁到外头去，我要陪娘子在这里过一辈子。哎，你就是跪着要把话听完。那崔妈妈为了你这婚事，可是费了不少。好好好，是帮我打听的。娘子，你这做主母的这么不羞臊，我偏不跪了。那我说给小桃听，我正等大娘子说下文呢。崔妈妈说了，丹菊这表兄极能干，又能料理田庄，又能照看铺子，家里人口简单，还沾亲带故。崔妈妈还跟四邻打听过了，说这一家人都是挺通情达理的。这就算人家是好，咱们也不能盲婚哑嫁呀。丹菊这表兄比他大4岁，按理说早就应该成婚了，怎么会耽误到这个时候呢？你猜这是为什么？我猜，多半和石头一样丑兮兮的，没人要。我表兄你不是没见过？瞅什么瞅？是呀，你看人家挺精壮一个小伙子，偏偏等你有消息了才肯一亲，一等就是这么多年，连爹娘也都拗不过，实在是不容易啦。哎呀，就是我小时候在姑姑家时，表兄来做客，待我挺好的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定什么呀？如今你双亲都不在了，我瞧着，就让你姑姑、姑父代为送嫁吧。问名、纳吉、下聘，我给你出一份厚厚的嫁妆，风风光光的把你送出去。大娘子，你说什么荤话呢？你不辜负我，我也不能辜负你们啊。侯府这日子，你们也都瞧着了。婚姻大事，财产田庄虽为重要，但是咱们要找个明事理、通情理的人家也更为重要。与我恩义一场，能看着你过得和和美美的，也是正途了。姑娘，我不想离开你。我也不能因为你伺候我伺候的好，我就拘着你，让你在我身边伺候一辈子。人生到头，也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能看到你快快活活的过一辈子，你我也是一场恩义。
侯爷，怎么样？郎中呢？郎中没看诊，一直候着。大娘子传话说身子并不大碍，是下人们大惊小怪，然后就谢了一道钱，打发走了。小桃说什么？啊，小桃，这我哪知道啊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这傻丫头主意。快说，他说什么？侯爷，不是我跟你抱怨，小桃如今都不敢同我说话了。你这是在怪我啊？不敢，就是问问侯爷什么时候回主屋歇。然后你看这书房四处漏风，咱不是也休息了几日，侯爷一直也没睡好。不会。那您不去看看大娘子啊？我刚才去了书房，大娘子近几日最爱吃的那个水晶肘子，这几日都没做了。那鱼汤呢？鱼汤也没做，就做些什么雪玉糕。大娘子平时都不吃这个。厨房是大娘子管的，她爱吃不吃。侯爷，我特做了甜水了。搁这下去吧。是。侯爷，韩大相公派人来传话，说是在隔壁侯府家祠等侯爷你们。听说顾侯的生母去世多年了，是。可有了诰命没有？蒙陛下恩典，一时诰命。啊，天下大伦，莫过于父母的生育之恩、养育之情。如今陛下得登95，其生父母的名分却没有着落，还不如顾侯呢。高阳贵地反哺，有审于人。大相公请奏陛下，陛下不是已经让礼部太常寺的人商议先书王的封号了吗？太常寺范相公越过中书省，直接上书官家，说不可为书王定封号。陛下尚未登基之前，是您和范相公大力保举，如今范相公变卦了，只怕此事不好办。要回玉溪也不易，终究还是要回来了。追封不易，也得再奏。那这样吧，等桓王、段将军、耿将军回来之后，咱们再好好商议。顾侯以为，桓王为什么带段将军、耿将军去西大营巡军，偏偏撇下顾侯和沈将军呢？百善孝为先，如今陛下身居大宝，天子之尊，对先书王之名也应有个定论了。韩相公，你想议论何等名分呢？先书王与先皇为兄，与陛下为父，陛下当称书王为皇考。
陛下入祀先帝，德继大统，自然以先帝为父。叔王是陛下生父，血脉承嗣。如今陛下亦得至尊之位，便改称他相，岂不让天下人议论陛下寡情不孝？看来韩相公的主意是定了。阶下的诸公有什么话说？臣附议韩章。哦，好啊，两位相公，看来是跟皇帝商量好，来欺负我这个寡妇来了。大娘娘言重了，朕对大娘娘只有尊敬，绝无违逆之心。不如再问问其他众位卿家。大相公们都商量好了。顾侯，你是兵马所在，又通晓文书，对此事你有何看法呀？回陛下，臣自幼丧母，无依无靠，自然觉得什么都不如亲娘好。阿谀谄煞，对，你就是阿谀谄煞。顾侯亲身经历，颇有道理。臣谏愿齐衡有奏。谏议大夫，请讲。先皇帝身为江山之重，知承天地之意，于宗室之中简拔陛下，原以大业。陛下亲为先帝之子，然后祭祀承飘，光有天下，称承继之家为父母，出身之家为亲眷。民间尚是如此，天皇贵胄，岂能违逆？若陛下称先帝为桓考，那称叔王为何名啊？先帝为陛下之嗣父，所以称为桓考；叔王为先帝之堂兄，陛下可称作黄渤。叔王是陛下的生父，小齐大人让陛下管生父叫黄渤，天底下可有此先例啊？所谓大宗者，尊之统。陛下以继大宗而有天下，纵深恩似海，亦不能掩先帝之义，岂能抛大宗而顾小宗？不好，这是陷陛下于不义。生父母有恩，继父母有义。陛下若是偏心，那岂不是陛下不义了？住口！来人呐，把这个无君无父的混账给我拖出去，正则20。熏香无觅听候，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书诵罢莫回首，无
雨随歌头。昨夜一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，知否，应是